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日前表示，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整合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能力的多域特遣部队，以在台海和南海遏制中国。实际上，此前就有媒体曝光，去年以来，美方多次诱导和施压岸田政府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部队，而多域特遣部队就是先期部署进行准备的部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周五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达成一致，称美日将紧密合作，确保美国通过核武器与常规战力来参与日本防卫，延伸威慑。林芳正同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还渲染称，中国试图通过所谓武力或胁迫手段，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他还提到，日本已计划在5年内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防卫能力，并鼓吹当前日美同盟迫切需要加强威慑和反击能力。而作为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的重要一环，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多域特遣部队，实施前线威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日前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整合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能力的特遣部队，以在台海和南海遏制中国。报道认为，此举凸显近年来美军重点正从中东打击恐怖主义转向同中国的竞争。报道称，福林提到的部队被称为多域特遣部队，核心任务是在陆海空以及网络与电子战领域提供情报和打击能力。在和平时期，特遣部队会收集情报，以了解对手的行为模式和弱点，并为突发事件做准备。如发生战事，部队将通过电子战和网络战破坏对方通信网络，阻断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利用提前获取的信息，该部队可用导弹打击敌方舰艇和设施，并具备同时实施多重打击的能力。它针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它主要针对的呢是中俄军队的这种拒止能力。而它的这个多域战的这个建设呢，实际上就是让陆军赋予一定的独立作战能力。比如说，它装备了这个远程的这个中程的导弹，那么甚至乎有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而且呢，它加强了它的防空能力。也就是说，即便是没有空军支援的话，我陆军在这个防空导弹的保护之下呢，也能在我天空之中撑起一片保护伞。让对方的这个空军没那么容易攻击到我。根据美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的报告，美陆军计划建立5支多域特遣部队，2支部署至印太地区，1支部署欧洲，1支在北极地区，1支应对全球威胁。美国第1支多域特遣部队于2019年启动，总部在华盛顿州，主要面向太平洋地区。第2支特遣部队去年9月部署在德国，主要针对俄罗斯。日经亚洲报道称，第3支特遣部队原本计划驻扎在夏威夷，但最终部署地可能位于亚洲，预计在2023年之后成立。在未来这个太平洋地区呢，我相信它的这个多域战部队部署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说我们除了过去说防对方的隐形战机防对方的巡航导弹现在可能还要防对方可能在非常之近的一个区域发射的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你反应时间就变得很短。所以说这个对这个防空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军事上这个有矛就有盾所以说对方这个造了一个新的矛呢，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新的盾去防御。实际上，多域特遣部队在日本部署已有进展。环球时报月初就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自去年以来，日美军方多次密谋勾连，企图诱导施压岸田政府配合美俄华计划，协助美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导弹部队，通过加强第一岛链建设，实现对华一体化威慑。从公开报道和各种动向情况看，美已启动多域特遣部队的陆基中岛装配工作，将该部队优先部署在第一岛链，对印太地区安全造成重大隐患。据悉，与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同，部署陆基中岛无需就地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可由多域特遣部队异地装配后，机动迅速进驻美日军事基地。根据媒体披露的美陆军中岛项目的部分细节，最快装备的将是战斧和标准6。多域特遣部队计划发展4个战略中程火力导弹连，每个连配装8枚战斧和8枚标准6导弹。据报道，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有40个左右。其中，美军最有可能部署中程导弹的是石垣岛。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石垣岛加紧建设导弹基地，以出舰雏形。值得警惕的是，石垣岛距离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距钓鱼岛约170公里，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地点只有不到500公里。日本方面之前其实一直试图
利用美国的中岛来提高自身的这种战略威慑能力啊。所以说呢，这种相关的动议，我觉得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反应。因为这种我们说把这个东亚拖进中程导弹竞赛的行动呢，肯定是不利于中亚整个，或者我们说东亚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和稳定的。针对美推动在日部署中导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四表示，美国推动在日本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如付诸实施，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美日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日经亚洲也在报道中提到，美方这一计划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亚洲国家是否会同意接受美军部队驻扎，因为其在战时很有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俄海军节阅兵仪式今天上演，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参加的第2场阅兵仪式。但今天俄黑海舰队疑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那么相关的阅兵活动取消，您对此怎么看呢？俄罗斯可以说是军事强国中阅兵频率最高的国家了，没有之一。每年的胜利日阅兵、海军节阅舰已经刻入了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惯例。只是在俄乌冲突持续延烧的背景下，这2场军事检阅行动会引来更多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检阅活动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俄乌2国军事博弈的一部分了。今天传来消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出于安全的原因当地的海军节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了。这无疑是基辅方面在给莫斯科上眼药。虽然阅舰式的主会场在圣彼得堡旁边的克朗施塔德，但在国际舆论里，这难免会对冲掉不少俄军阅兵的庄严与喜庆。在我看来，基辅当局的这些小动作虽然能够造成一些声响，但依然无法扭转乌军在正面战场上逐渐吃紧的不利局面。俄乌冲突打到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乌军在东线战场上无法有效遏制俄军逐一实现战役目标。眼下，无论是公布东方2022军演的消息，还是大张旗鼓的庆祝海军节，莫斯科方面都想借此展现出所谓游刃有余的一面，也就是无论乌克兰战场上如何焦灼，俄军都能腾出手来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包括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也是如期上演啊。在我看来，这是莫斯科当局与基辅的一次公开的心理博弈，展现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资源禀赋、在综合实力、军事底蕴、国家底气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潜台词是俄罗斯会在这个擂台上战到最后。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证实，正打算在亚太前沿部署多域特遣部队。那么，您如何研判美方这一军事动向呢？所谓多域特遣部队，其实是2个军事词汇的集成。首先是多域战，顾名思义，美军希望能够在多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围绕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制太空权的争夺，最终营造一个于己有利的战场环境。其次是特遣部队，这意味着该部队并非常设编制，而是围绕战役战术目标的达成，从全军各作战支援力量中抽调精锐骨干，共同组成的一个力量编组形式，只属于战区一级指挥链条，是以完成任务为依归的。那么这个作战目标是什么呢？美军自己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为了抵消对手的区域反介入作战，为美军后续力量的展开打开局面。这里的对手其实只有2个，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中国。2017年，美军发布了多域战21世纪的合成兵种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多域战的必要性以及具体落实方案。但要追溯这种战争思维的起源，就得从一篇更早时期的论文说起了。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美国陆军上将大卫·伯金斯，他毕业于西点军校。撰写论文的时候，他是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伯金斯在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未来美军面对的战场环境是全方位的，涉及陆、海、空、天、电磁、网络多个领域，
美军现有的优势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短板。我稍作翻译一下，就是美军的优势已经被对手研究的差不多了，未来的战争得寻求新战法，不然会被全城针对。多域特遣部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美军现在打算组建一支这样的部队，部署在亚太前沿，言语间有些隐晦，但我个人推测大概率是会部署在第一岛链上的。美军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刺破中国的区域反介入网。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骨感的，因为多域特遣部队的最锋利的刀尖还没有造出来。是的，美国的军工产业掉链子了。在美军的多域特遣部队的编制里，作为核心力量的战略火力营下设有高超音速导弹连。然而，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在哪里呢？答案是还在试验，并且进展非常不顺利。当然，从一个长远的趋势上看，美国完成高超音速导弹的项目，它的研发只是时间问题。多域特遣部队它迟早会形成战斗力。它传递过来的信号就是，美国也在日夜不停地研究我们的军事进展，并且得出了一些结论，打算付诸实施。尽管我们不愿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但现实很残酷，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领域，我们依然得咬紧牙关，持续冲刺，整个带弹。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